周二中午12点，会员尊享超前彩蛋；每周六中午12点，会员尊享《名侦探俱乐部》第9季。逻辑缜密善推理，脑洞大开破谜题。欢迎来到大侦探9会员节目《名侦探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小七齐思君，欢迎各位。在 M 市周边有一家名为有风小院的高档疗愈民宿当中，居住着一群有着情绪控制问题的客人们。为了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宁，摆脱情绪怪兽的控制，他们慕名来到了有风小院。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这个避世桃源的宁静。在意外闯入的2名陌生人的带领之下，大家发现了一辆汽车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车主大面积烧伤，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而汽车也呈现出燃烧过的痕迹。这场自杀式的车祸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又是谁犯下了如此的罪行？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本期的黑黑黑路透，跟随侦探们为大家一一揭晓。黑黑黑路透。这么好看啊，真漂亮！哎呦，做的真好看。然后开场就是听到了一阵卡皮巴拉的一个音乐。哎，怎么这么晚了放音乐啊？谁要那么吵？这个就是我们每周会跳2次卡皮巴拉操嘛。所以你听到音乐之后，人家大晚上他就出来，炮一出来你就跟他就给你空气传球，你们俩就打了一个。其实这1、2、3楼都是一栋房子，但我们就把它1、2、3，后面就是小树园。哦，懂了。对面是真，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3000万。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找柜姐。奢侈品。不会，这就是我的凶器吧？那边也大的。哦。电脑就是你跟你老板的一个聊天嘛。盘点千万主播搞笑合集。你怎么不看看自己管住嘴了吗？让你当饭吃，你饭前吃饭后吃。运动看了马了就是做了，活该你胖，活该你胖。然后大家就说你发疯，你就发疯，疯给他们看，就打滚啊什么的。然后这老板在骂你。你给我冷静个试试，你给我冷静个试试，你给我冷静个试试。偷了他的钱。都想让我死，那我就死给你们看。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葬礼。然后呢，于是我们连夜网购了这个假发和这个裙子啊。这裙子为什么是脏的呀？就因为我们跟他搏斗了嘛，在地上滚了嘛，在小树林里，所以就是脏的。明白了。这个是1楼，101是河。这是河？这是我吧？这是我的照片。他唯一的柜姐。哦。这是你的空间。你看第一个线索，首先是个 pad。人设的。对，就是你的人设，你看一下。就是情绪稳定的富太太。你的发票，这是你在义乌小商品城买的那些。66一个。对。我卖多少钱？卖几万了。哇，这么夸张吗？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咆哮湖。真的是个咆哮湖吗？对，你就是对它。声音就会变小。但你也能听见我呜啊？那总比你大叫听得好一点吧？
哇，你真的会啊？人就是要精神自然，无需努力，因为一切本就自然顺利。就是在山里面巡逻，就边走边说，就说，哎，今天巡逻一天真累啊。巡逻了啊。对，然后小虎就说，哎，快看，那个地方找一破车起火了，破车就起火了起火了，然后我们拿出一个呲，对，超东西，对，灭蚊子这样啊。哪儿人呢？哦，这儿了。哎呦，这是什么呀？那个气囊。哇，那蹦迪在哪儿蹦啊？院子里面。这个，然后我来看一眼怎么说。然后我们就坐这个有抱枕的座位就好了。坐在这儿。对。它叫普什么来着？普地蓝。普地蓝。对。普地蓝是吧？你这发音肯定不行，对。普地蓝嘛，对。你说东南西北吗？你会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啊？不会。从这上场。好。然后你到这儿之后，然后你不是跟你说没了那个小的腰包吗？对。到时候我给你把这2瓶放在你的腰包里面，然后你就掏出来，这是你们的灭火器。这不是驱蚊的吗？这东西能用吗？这是个便携灭火器。这边是有火小院正门，所以你们从收现场要走一个非常大的坡。放音乐把大家把这个院子里的人都叫出来嘛，好，然后就说好的收到，然后我们就按一下就走。OK。过今天剧情的时候，什么？有一种80后演员在努力的想跟上90后编剧照抄的00后网络梗的悲壮感。怎么讲？你有很多梗哈，今天。你是负责网络热词的那个蓝瘦香菇。啊！神马都是浮云，没有吗？忘了爱。你就在这儿。这个就是你在小院的里面一些姑姑啊，然后还没用完的，然后你不是他给你赔了5万块钱吗？这边你报名了之后只剩下1块钱了。我电脑里面还有一个线索，你给那个外事公司。他们最后面有人搜你的线索的时候，他们就会我最后对你出这儿，他们就会问你把前面都圆上，对吧？对，单说这个。对。好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有风小院。好治愈啊！这里是我们的前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那个烧烤。我们也太不重视它，就这2串儿，这么多人，可能已经吃完了。然后我们是住在3楼的位置。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线索，有一个研究手记，就是来了之后呢，对他们这几个人都默默做了研究，但是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们都把它称为各种各样的星星。就是有对他们做研究。这谁画的？太可爱了。我们发现有一个这个针盲，他是那个高管，你就问了他，结果这个人有点发癫了，他就把你给拉黑。这也太写实了吧！好像一坨。哦。因为格局有限嘛，它其实是1楼、2楼、3楼的意思。啊。哦，这是我的房间。啊，我跟真离这么近啊。离了一层了。哦，离了一层啊，离了一层。
这个线索就是4个给打叉了，都打了叉，球衣都不穿了。对，迷信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里就是他大价钱买的那个木鱼，就是因为那天晚上，因为荣巴拉让我买的。稳定是一种境界。这是我们的合照，亲密的合照。对，这个是你看，这女的是谁啊？你的脸，给你 P 的。就是这个是，不知道你用了的这个必然油，这个就是你的钻那孔的，对，然后上面写的便携式充电键钻嘛。哦。然后这个就是你用的那个蜡，就是把那个堵住的蜡用了一点点。好的。废旧的车。哎。这还有腿呀、我刚才以为是什么玩意儿。哦，给你遮好一点。就是你是有枪嘛，就打在这个下面，然后你把那个油灌进去嘛，然后你有封到这个地方，看你这里有个小口。真的，他们根本不会发现。跟你有关的行动线给我好吧 OK。好美呀，好美呀！今天这么仙儿的吗？咱俩你看还有感情线，看见没有？我一来我就说啊，这是我的空间。他说这不是你的。我说你看我的照片。他说不是你的。你给我推了个代购嘛？对，英主。Hello， 蓉姐。这样又好。我开什么那个什么的时候，对，超前的时候。你今天是第一期来录这个吗？录正片，录正面。你今天是凶手吧？不是，但我确实还没搞明白。哈？我说新人一般会当凶手的吧？现在不知道呢。我看，你今天要长，哇哦，哇哦，哇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是你的肉，这是你真正的骨头吗？骨头吗？对啊，我肚子特别小，特别瘦。比那个时候还要好。那个时候唱歌的时候吗？哎。哇！没有，因为这个衣服紧。这个人设，你说逼到我。他说：“那你是不是昨天练了？”我说：“今天早上9点到10点半。”我今天早上练。蓉，哎呦，好乖呀！好乖呀！我看到今天这个场景，我就想你的风还是从你家吹过来。这真的够了。从大理终于吹到长沙了。全中国所有地方都有这个。终于吹到了大侦探。可以啊。何老师，你今天有整套的舞蹈吗？没有啊。整套的舞蹈？没有啊。又不是我带着跳。啊，不是，我不是健美操。哎，你好。哦，对，你们没有见过，因为超前的时候他没录。对，其实见过的吧？那个剧看过。不是，我们电影有同场那个。太厉害了。哦。啊，这个你那个。哎，今天是我，你不是那个。你让他想起来，那天是我跟你，还有欧豪，还有黄轩跟你，那个戏叫什么来着？
1921。他今天造型好乖哈，有点漫画。好可爱！我刚才一看是哪来的小鲜肉，发现是我张哥。我今天记了一大堆，就是特别00后的梗，就是特别怀念咱们录那个非主流那期。请你不要再迷恋歌，要知道这是个传说。一个人躲在世界的角落，连寂寞都嘲笑我太堕落。我就是张马特葬爱家族的首领。那个我可太熟了，不用背。哦，这还有00后的梗啊，就是说不是贴吧那些东西了啊，不是楼主顶去了。楼主说的对，顶。哇，00后现在还玩 QQ 空间呢，得弄。对，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在那儿，对，玩这个。你只要发现弄那些挂件儿，反正那些小玩意儿的就行。对。哇哦！好颠！哎呀，你是因为怕冷吗？不是啊，我是大猩猩饲养员。可以，暖和。开始，那得了，走，小波，又开始了，又靠谱了，走，黎大波组合。我发现其实火上是不完全大，就是待会儿他们放估计来啊。对，放音乐的时候让他们看他们精神状态，让他们多蹦跶一会儿。多蹦跶会儿，行。来，小虎来 MC。有，曾毅老师上身了，就下来。那个是造型吗？脸上没一个有，我脸上长了一包，然后就。古先生，你春节在哪儿过呀？云南，哇，这么酷啊！走。我春节过了之后出去玩会儿，当天还得是在跟爸爸妈妈呗。啊，你过年的时候能休息很久吗？还行，就是我反正每年就差不多，今年会开始的更早一点，因为我要去澳洲开演唱会去。澳洲开演唱会？对，澳洲开几场？2场。悉尼和哪儿？悉尼和墨尔本啊。哇，就是哇，人年会嘛，就是啪歌，开心。怎么？今年的世界巡回啊？差不多吧，反正去年对，从秋天演的，演个10场结束。其实我在去年底给你发过一个微信，但是你没有回我。真的？你怎么这么记仇啊？我想想啊，我想送你一本我的书来着，但是我估摸着你当时应该在开演唱会，很忙。哦，那我也不应该不回你啊！我怎么这样啊？我怎知道的？讨厌。您的书是关于什么的？小说，我写了一个悬疑小说。哦，你平时就爱琢磨这些啊？真棒。那你本身最喜欢的职业方式是？我现在想写点东西，是吧？或者拍点东西。去年录的综艺太多了，我觉得有一点感觉全在输出东西，感觉想多看点书什么的。对呀，你不是看很多书吗？我看书那是用在那个访谈性节目上的。访谈性节目？对。那你的这种脱口秀风格的这种梗，跟你的阅读积累有没有关系？那个跟我平时看动画片特有关系，因为我很少看真人演的东西，我就爱看动画片。我要第一个冲出去啊！张哥啊？什么健身赛道？我在锻炼。老师，你现在特别应该去演芭比。我谢谢你，我谢谢你给我推荐的角色。哇塞，小何可以啊，小何。是啊，今天早上还健了身呢。他呀，真的啊？是啊。和老师真拼啊！至于这么入戏吗？真的有这句话，想你的风有啊，从年初终于吹到了年末。这不是前年的梗吗？啊，真的吗？真的有2年了，现在所有每一个网红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有想你的风。但是今年才到线下到处都有的是吧？去年就有了，都有了。
带货主播，带货主播，大队长。Hello，怎么说？咱们是按男女贴，还是按他们面相给他们排个分啊？看谁长得最帅？按男女贴，难道你已经预判了今天是一场情杀？哎呦喂，都聊到瓜瓣了，是不是？总得有点这些事儿。咱们就是综合上面，圈他，包围他。对。这里有2个人，一个叫大肥猪，大肥猪，你认识？都是你们大的。我照镜的时候就认识，没有，就是大肥猪，然后就是是我吗？不可能，我叫大肥肠。然后还有一个人叫疯女人，应该都是绰号吧？对，然后疯女人已经疯了。他说疯女人就不一定是女人，我觉得这个男人呀非常像那个疯女人。来之前精神就不稳定，因为他们这一些人都有共同点，对，精神非常的不稳定。每个人都有病啊，都有病。B 代表病，所以是汉语拼音啊。对。来，这把笔交给你，你看你有什么要写的，帮我们梳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没有理过的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啊，慕名而来，肯定是没有关系找关系，有了关系没关系。没有什么谁跟谁是姐弟啊，谁跟谁是兄妹啊，有没有？你这个对，他跟他是不是有爱情关系？如此文静的姐姐，可能有一个生性暴躁的弟弟。哦，你说的太对了，对不对？哎呦喂，互补嘛，姐弟互补，对，这样才抓嘛。啊，然后我们非常的郁闷，不高兴，我们什么眉头紧锁。为什么会不高兴呢？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破案，我们不知道是谁。你有没有觉得有谁你要重点观察的？我觉得重点观察这3个是排除了，就已经2选1了嘛。这个对，就是他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破案了。你说他如果每天跟小动物在一块儿，他心情应该很被疗愈，对不对？每天跟大自然在一起，跟动物在一起，很开心的。然后他为什么还需要来看病啊？为什么？哎，而且他随身带了一个星星，是真的吗？咱就是说吧，因为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咱轻易都不敢问。怕放大猩猩来了打我。他一跟他聊天就说他哪有把枪？我跟你说，这里有枪，那布娃娃手里砰打枪呢。其实这是个障眼法。所谓的可爱的布娃娃，实际上是杀人的道具。对，杠。哎，这边又不是用拼音了，是用英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思维混乱，我也要看病，我也要看病了。反正就是错综复杂。XXX， 它代表未解的谜团啊，真的是有单一的谜团连成了线，成了谜团之网。行，然后我们真应该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因为他很多钱，利益纠葛，权力纠葛，就为了挣点钱，连命都没了，至于吗？哦，所以可能就是挣了很多昧着良心的钱，所以有被害妄想症，付出代价嘛，肯定有付出代价啊。哎，有钱呀就没了良心。行了，我们已经弄好了，这效率好高啊！哎，来，我们带货主播，嚯，这屋我可又要脱了啊！啊，又要脱了吗？啊！今天就让我坐上大科学家的位置。你磕的是我和荣，还是我和？我全都磕。哎呦，这太疼了！那你们俩全盘出来了。就跟你说，他们一定有这个。哇，真棒哎！你们这个侦探的精神状态好挺的呀！哇，我终于从2人位移出去了。这是
搭子位。哦，他坐这儿了，好失望啊！你坐在这儿干嘛？为什么是你坐在这儿？哦，好吧，你好，也第一次来啊，你好。没关系。为什么？这是什么个位置 ？CP 位。对，对面那叫科学家位，就磕。对，专门磕 CP 的位置就是我。但我们磕的不是 CP， 磕的是搭子。搭子可以。我觉得侦探，你们2位做的这个人物关系图非常符合今天这一期的精神状态。对，精神是。大肥猪。大肥猪是什么？大肥猪跟疯女人。谁是疯女人？谁是疯女人？哇，磕到了！你在我边上，我也磕你。有2个人物非常之关键，一个叫做大肥猪，一个叫做疯女人。你注意，他不叫肥猪，他姓大。你等会儿，这位助理，你往这边引什么劲？他跟这个姓没有关系。大肥猪是吧？大。在座的人好像没有人可以扮演大肥猪这样的人设。那疯女人呢？他旁边2位都可以啊。哦，我可不是，我可不是。那谁又是呢？磕到了！我领科员，硬磕啊！他觉得我跟容巴拉是姐弟啊。这字儿你都能看出来啊！妈呀，你这字儿谁写的字儿？肯定不是小普的字儿。赵老师写的吧？完全看不懂的天书，大天书。哎，真你有一期是大天书。大天师啊，大天师。春来发几枝，我是大天师，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怎么耍我就怎么耍，甭管准不准，我掐指一算，我不退不换，我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Excuse me， 我还会点英语啊。大天师，没到书呢，啊！你又客气了。大天师，没到书呢，你又客气了。他说我们4个，除了那个都写的 B。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怎么我也忘了是这个，怎么我也忘了。病。你看看，有人懂我，你看看心理疾病，他就知道都有病，心理疾病。来这儿的人的精神都不是说非常的正常，所以需要您的疗愈，对不对？没有啊，我们精神都好挺的呀。你们一般精神病都觉得自己精神是非常精神的，特别。我的精神状态领先好多年，好吗？你们好，是因为我。太棒了，领先太多年了。来吧，行嘞，开始了。你下半集就不用戴眼镜了是吗？难受是吗？不是，刚才不是滤镜碎了吗？那个是我对容的滤镜。好合理呀！我的天。容的这个角色真的写的颠。您好。稳定是一种境界。你要穿回那暖一点，因为开始冷了是吧？对，晚上就凉了。我冷也只能这么多了。你后来敢换薄的袜子了没有？对不对？没有。那就行，你先别着急脱毯，脱不脱的都这样了。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披着这个毯。对的。刚才何老师问我为什么后半程把眼镜摘了，我说因为我对容的滤镜碎了。碎了。他没有眼镜了，他对我的滤镜没有了。滤镜碎了。我觉得你不要去讨论谁有没有杀鸡这件事情，写在故事里人都有可能。按理说应该每个人都有杀鸡。对，所以我今天就问他，我说就这个。我投的很艰难。我也投的有点艰难。不过小普那个脑回路也是刚才把我惊到了，因为刚才我们侦探助理说了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我们猜测是您因为把他写死，他是你故事里的大反派，对，而大反派一定要死，然后死完之后，你看又要发生什么涟漪，然后你接着可以写他死后了啊，写他死后的故事。小普这个思路非常的像美国电影。突然车祸把反派写死，应该后续的反转也没什么可看的。你其实还是有生命危险的啦，他其实有要搞你了。有啊，对，只不过你一直隐瞒，他没说嘛。这句外星人电视
反正不好投，今天不好投，因为我觉得浩浩吧，浩浩太明显了哈，一个太明显，另外他表现呢，我觉得算是坦荡的一个新闻案件。不是，只有我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看见了和那个什么样。对，别的人是都没说出来是什么个5、6的。对，你藏的越多，你越有那个什么问题。荣呢？哎呀，荣吧也是，对吧？荣不好投，今天真不好投。反正你也知道，咱们向来是孤注一掷，放手一搏，不管死活，对，不管死活，对，无所谓的。赢了那是不可能的，输了不是输了这是应该的，赢了都是意外惊喜啊！对对对。这一太逗了，他演芭比的时候，全程是这样。我说你是个 AI 吗？你看，他真的，他今天全程。怎么啦？你今天特别像 AI， 你不管什么时候进来都是这样端着的。演这种角色真的很爽哎。你小手是这样的，put your hands up，put your hands up， 就是。孙一老感觉得叼着烟跟你说你们几个有什么想不开的呀？然后就直接这掐自个儿手上，说姐这么多年了，你看看，一看就认识于仙儿，抽烟烫头，然后都有的，来了，掐了，掐子儿。他有一种狠劲儿，你知道所以就是你这有什么？孙一老有这种，我一枪崩死你啊！不然我一枪崩了你。你来了，我来了。一场悲剧由无数的因子酿成。如果真没有急功近利，擅自将未通过安全测试的系统装到待销售的汽车上，最终也不会自食其果。如果浩能够在产生杀人冲动时克制住自己，那一切也还来得及。原本为了战胜负面情绪的人，最终为何会沦为情绪的傀儡？让我们一起走进浩迷的回忆，案件真相即将加载。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浩迷。我的未婚妻在一场车祸中意外死亡，肇事者为一个朴实的女孩。但是我在有风小院看到真盲竟然坐在当年那台镜面 K 标的肇事车辆上，并调查到当年的那个女孩确实是体人顶包。3月19日下午，我找到真盲对峙，他警惕地反问我怎么知道车祸的事，并强行删除了我手机里的证据。晚上，我得知真盲要提前结业，认为他心虚想要逃跑，想到他下午嚣张的态度，我怒火中烧，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他一定会开车离开，那我就对他的车做些手脚，让他死于车祸意外。于是我在暗网订购了一次性弹出器、一盒密封蜡、一瓶易燃油和一个便携式充电电钻。3月20日的早上，我拿到了暗网的快递，回到房间后赶紧给电钻充电。真盲的房间上了锁，我只能想办法去偷他随身的车钥匙。下午汗蒸课时，我趁大家都在单间汗蒸，去男更衣室偷走了真盲的车钥匙。接着我回房间拿上工具后前往后院，拉开卷闸门进入仓库。我将一次性弹出器放在刹车踏板下，用附赠的牢不可破胶固定。届时当司机踩下刹车将汽车启动后，弹出器受挤压后弹出，抵住刹车踏板，导致踏板无法踩踏，从而无法刹车。接着我打开汽车前盖，将易燃油倒入发动机机油箱中，并用电钻在机油箱侧下方打了个小孔，用密封蜡封住。这样汽车启动后，机油箱升温，密封蜡融化，易燃油从小孔中漏出。等到刹车失灵，汽车发生剧烈冲撞时，碰撞产生的火花会点燃泄漏易燃油，造成车辆起火，而所有的痕迹都会随着车辆一起烧掉。这一切看起来将会是一场车祸意外。做完这些后，
我将所有工具藏在仓库的杂物堆中，然后将车钥匙还回了储物柜，继续汗蒸。恭喜各位玩家检举出真凶，接下来又到了投出本期 MVP 的时刻，我们一起去看看各位玩家的投票吧。今天 MVP 呢，就是我当然说我们封神了，我们投我们自己是不合适的，对不对？但是我要提这么一嘴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那我这回投给的是何老师，因为何老师第2段的那个戏演得非常之抓马，然后他自己还演得特别过瘾，我们都不敢说这一段非常的过分，但是他自个儿也就瞪着眼睛啊怎么着？但是就是我对这个真产生了强烈的杀机，必须弄死，必须弄死，所以有的时候何老师特别棒，就是在于他会让我觉得特别的不是一般的温暖。何老师就是今天所谓这个杨蓉这个角色，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治愈的角色。有时候，比如说我也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对年龄会有恐惧。当我每回跟何老师录像的时候，我会消除这种年龄恐惧，因为何老师比我岁数大。但是他每回录节目时那种精神头，还有他面对角色、面对主持的时候那种每回都精神百倍的样子，他就激励了我。好像年龄也不是个事儿，只要是你爱一个东西，你愿意做什么事情，那时候年龄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从边上旁观着，我会觉得，何老师在这一集的利益上更像我的 MVP。给大老师，因为大老师是今天的封神。而且大老师今天所有的理论和推理，和包括他的准确性、成功性都是很在线的。另外一个呢，若云今天玩的也很好，他对很多重要的地方的推进是起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的。包括他提出换车这个概念，这个是整个的关键点。选一个 MVP 的话我投给我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一上来我就觉得太难了。所以我在第1轮搜完之后，大家举证的时候，我听完几个人的故事，我想说，天哪，我要怎么能够才当中存活下来？哇，我在不断的在掩饰自己。对，我觉得我活得挺难的，我投给我自己吧。今天的 MVP 我投给浩，对他今天作为一个新玩家来讲，非常有逻辑的推理，然后一直在参与到大家。包括他作为一个凶手，第一次来这个节目玩，也不怯场，然后所有的就是非常自然、非常自如的去跟大家去做交互，就很厉害，玩得很好。所以今天的我的 MVP 投给浩，给那个浩，因为其实作为初次来的凶手，这次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扛推位的局面，生生被他给造出了一个扛推位。就是我上扛推的时候，我都很无奈。但是其实这种局面也是他前面的玩法，包括整个状态的稳定，其实很沉得住气的一个选择。觉得今天我投给张佑浩吧，因为作为一个新人玩家，我觉得他今天真的是不管从各个层面，从逻辑上，从扛推上，都在自己默默的做这个凶手的工作，我觉得玩的真的挺好。想投给，我觉得一个是今天的凶手张佑浩啊，他是今天其实是作为第1次来到大侦探，然后又拿到了这么有压力的扛推位如此少的这样的凶手角色，但是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他仅仅以1票的优势让我们侦探险胜啊，差一点让他逃脱了。我觉得作为一名新玩家，还是扛住了这个凶手的压力，所以他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新玩家。我是有杀机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我是想在21号的凌晨，就更晚一点。那准备12点。动手脚的人要杀的是你，关键就是谁也想杀他。你呀，我是刚刚直到了那一刻，我才知道了他是这么坏的人。所以他换完车，你也是有可能弄他的。我是20号的早上才知道了他是收了这笔钱。有人在威胁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吗？你不会去查好多事情吗？现在情绪蘑菇还有用吗？首先祝贺我们大老师封神！应该的。
真的是，这我跟你说，封神难的难就在第一票是没有理由的。你有理由吗？你第一票投他？我留理由，我留理由吗？我留理由吗？是这样的，只有他女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车直接有关。对啊，今天算不算黎大普翻身之作呀？啊，翻了吗？我们翻车那回是在您那儿翻的，拍卖鱼那次吧？对，就是那回。本案的真凶是何暗海和刘豆家。哎呀，哥，快了，大三好！我大侦探三傻，我这傻眼了，三傻怎么回事啊？哎呀，傻眼。但今天封神真的封神，厉害！啊，还行，相信直觉啊，得嘞。大老师这一季真的很棒。大老师，你真的水平突飞猛进呢。怎么猛进的呀？你也不传授一下？各位分析一下，帮助我啊！祝贺佑浩首秀成功，玩得好！厉害！谢。第一次来就当这个角色很难干的，而且他玩的真的非常好，非常自然。二讨的时候明明带着一个凶手，我觉得他非常松弛，对，而且进攻防守都很有节奏。而且凶手今天玩的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特别没有急于去找自己的抗推位在哪儿。其实从表面上的线来看，对他的嫌疑还挺大的，就是因为他太沉得住气了，所以最后大家硬生生的给他找了几个抗推位。是的。我跟你说，但你们的视角是这样的，在我的视角就是说，第一轮证据都出完了，我想说，我怎么玩啊？我怎么能够藏着自己，已经藏不回来了。他自己想了个方法，因为不管是怎么样表现的话，他都会有一些风险，所以他开始装困。对，他是在不停打哈欠。所以他今天其实只输1票，很不容易。因为在前面他那么东西都出来了，非常有可能第一票盲投就是他呀。对，那等于输在起跑线上。这一票我就想说，其实，在大老师投之前，因为蓉姐一直没有说出自己的嘛，何老师一直在不断的抛出那个橄榄枝，说是他的时候，大老师在频频点头。我想说太好了，我心里是这么想的。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车是跟蓉有关系，我现在比较怀疑蓉。这做节目多少年了，你知道吧？就是给效果给的足，都是。哎呀，我觉得说实话，对于一个新玩家来说，这一案其实他玩的真的已经很棒了。对，真的很好。其实哪怕是老玩家，这个都不算是一个凶手很好玩的梗，非常厉害。我今天特别逗，我投票的时候，我先就是说，首先我排除那个若云。但后面就是发现浩也投不下去，蓉也投不下去，又把心抬了。我就说，当一件事情这么困难的时候，就说明有高手在后面使暗劲儿了。后来我就回头来看张老，然后我就接着一想，他作为一个努力那么多年的人，终于有一个作品。是。可是有人想要让他成为文盲，让他写不下去，而且他知道了他的把柄，他真的有生命危险。我觉得2个都是断根儿的事儿。而他说我只是想让他认不得字儿，我觉得不合理。哎呀，我也是。其实我前面完全没想到你们能怀疑到我头上。你们踩我的时候我特着急，因为我想说，你们编排我，我好歹我知道怎么反驳。他疯狂想让大家来编排自己的时候，我想说他突然有了求生欲望，一开始还在拼命的分析。我是万万没能想到我这个角色成扛推了。我非常喜欢小普的这个思维方式，说他一定要让人死，因为那小说笔下的人死掉之后他更有灵感。小普对我有误解，我是一个普通编剧，我很重点社畜。小普这个内心，我觉得他真的，因为他自己是作家啊，对他有创作思维啊，你看看，所以他的书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有就层次的，所以他很懂这个层层推进。对。哎呀，不能被自己的那个一些既定的想法困住。我没有投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见那个车的证据，当时是我第1轮在他家给我拍出来的，我就想不能吧。他
特别顺理成章。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不是他。那星星，我有一阵是怀疑性的。我看你使劲扒拉我那电脑。是的，我扒呢。但是后来我发现确实不是，所以我把星星也排了。你一直扒拉我那电脑，我就说就是你，现在你要拖我下水，所以就投了我。哎呦，这个也磕到了，欣欣向荣，欣欣向荣。我觉得101案有一种重新开始返璞归真的感觉，对，推理也好，包括结果也好，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复杂嘛，它反而走向了一个你可能相信直觉也没错。没错。我今天有2个场面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浩浩，他在中间知道是荣撞的，然后找人顶的包，然后他特别认真的问了他一题，这一题我相信一定不是他剧本上的，他特别认真的问他，那你认出我来了吗？你心里真的没有一点波澜吗？哎，我来了这儿了之后，你肯定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他都没下去看。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就全部用钱来解决了。他好坦然啊。对不起。他在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找到了沉浸感和共情感，他相信自己是浩明，他也在为小佑这个人的离开感同身受的难过，而看到这个人这么不痛不痒的说，于是我就找了点包，他内心的那个痛，我觉得很有劲儿。像荣，他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但是他维持一个外面的一个人设，而且你知道这个讽刺的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荣巴拉疗愈了。对，他一顿 PUA， 他甚至有的 PUA 他是怀着自己的目的的，他有他的小九九，甚至有他的个人的私欲。但是当有人愿意去给你一套说辞的时候，你脆弱的时候，你就接受了。其实我感触很深，就是可能因为你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当时直播的时候出了问题，对吧？你的压力赶紧，我迟到了，我赶紧去。因为你的情绪影响到第二个人的情绪，其实就是蔓延开来的。蝴蝶效应。这个不是简单的把我们的命运串起来，它其实是一个情绪的传染。另外一个大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在那说，我说好颠啊这些故事。大老师说颠吗？日常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对，就是你翻开了揉碎了，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不可思议。只是说我们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但其实哪一个故事不是真实的，在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其实今天是非常恐怖的一集，对于我来说，对，因为别的集离他们很远，有一些，你反而觉得这个很颠的这一集很drama这一集其实是很真的，你细思极恐。是的，因为我们身边可能真的会有这些情绪问题的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就有可能是。你的这个，我认识你这样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去做，就没活干。但是他老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先忍气吞声把这些事儿干了，我以后再去做我梦想中这个人。但是当你做了这么多年忍气吞声这种活之后，你有机会做自己的时候，你就忘了自个儿要怎么做了，因为你已经离开了自个儿太久了。我还是觉得会有一些更加正规的、科学的和良好的、健康的渠道来疗愈。所有去追求疗愈的过程已经有救了，因为只要你正视，任何一个可能性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希望。今天我真的玩得非常开心，再一次辛苦大家，我们下一案见喽！下一案见。那么本期的《名侦探俱乐部》就到这里了，揭晓幕后，还原真相，敬请锁定《名侦探俱乐部》，我们下期再见。世界本浑浊，最爱同歌，人人有话说，你们呢？美丽的花借腹黑的国，借来的山手暗藏穿梭，嫌疑人或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